众所周知，每年农历的腊月初八，我们有吃腊八粥的习俗。而这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，其实来源于佛教。清代文人李福曾有诗云：腊月八日粥，传自范王国。七宝每调和，五味香掺入。这首诗说的就是喝腊八粥的由来。3000年前的古印度北部及今天的尼泊尔南部，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名为净饭王，太子叫乔达摩悉达多。悉达多太子年轻时就痛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，于是在他19岁那年，舍弃王族的富贵生活，出家修道。释迦太子出家后曾苦修6年，6年之中至极用功参究，日食1麻1麦，以淡泊物质来砥砺求道的心愿。然而6年过去，虽然在禅定与神通上有所受用，但对于出发心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依然很遥远。此时的太子精疲力尽，瘦骨嶙峋，身心机智崩溃边缘。他渐渐觉悟到，过分享乐使人懈怠，而过度的苦则使人身心热恼，执着苦痛。于是他决意放弃无益于觉悟的极端行为，离开苦行林。释迦太子勉强行至尼连禅河边，洗去6年的机构。此时有一位名叫苏加达的牧女向他供养了乳糜，太子食用后恢复了气力。此后他涉河过岸，走到迦耶山的一棵繁茂的菩提树下静坐，终于在腊月初八日夜睹明星而悟道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人间有了佛陀，人间有了佛教，人间有了佛法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一切迷惑的众生便有导师可以依止，有法门可以修学，通过自我完善、自我提升、自我改造，就能够达到人格圆满、究竟成佛的目标。由于牧羊女供养乳糜的典故，汉传的佛教徒起而效之，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日当天举行法会加以纪念，同时用五谷及诸果物煮粥供佛，并赠送给善男信女们，俗称腊八粥。相沿至今，此风气渐渐广传民间，一般人也在这一天主食腊八粥。腊八在中国除了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的意义，也具有了民俗文化的内涵。喝腊八粥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，最早开始于宋代。腊八这天，不论是朝廷、官府、寺院，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。永乐大典记述，10月8日，禅家谓之腊八日，主经遭粥以供佛饭僧。每逢12月初8日，东京开封各大寺院都要送7宝5味粥及腊八粥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12月初8日，各个寺院送7宝5味粥，让门徒斗饮，称之为腊八粥，又称佛粥。到了清朝，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。在宫廷，皇帝、皇后、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，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、果等供僧侣食用。在民间，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，祭祀祖先，同时阖家团聚在一起食用，馈赠亲朋好友。佛教中有这么一句话：粥有10粒，饶益行人，果报无边，究竟长乐。据摩诃僧指律记载，喝粥有10种好处，那这10粒究竟有哪些呢？第一，姿色，吃粥有益于身体，能够让人的面容丰满有光泽。第二，增力，吃粥能够滋补羸弱的身体，增长气力。第三，益寿，吃粥能够补养人体的所需，增加寿命。第四，安乐，吃粥能够促潮气，身体清净柔软，这是让人能够体会安乐的饮食。第五，辩说，吃粥有利于滋润喉吻，对人论法易经有帮助。第六，除风，吃粥能够调和身体，上下通利，并且消除风寒。第七，消宿食，吃粥能够温暖人的脾胃，帮助人消化掉胃中的积食。第八，思清，吃粥的人气息没有凝滞的现象，说话的声音清晰昂扬。第九，除饥，吃粥能够充实人的口腹，让饥饿感马上消除。第十，消渴，吃粥能够让人喉吻沾润，干渴的感觉得以消除。喝粥有益身心健康，好处众多，尤其是在这寒风凛冽、北风呼啸的冬天，没有什么比一碗热粥更能慰藉人心的了。愿大家在品尝腊八粥的同时，能够分享佛陀成道的喜悦，感念佛陀教化的恩德，罪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，
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